我作为一个全素食主义者，我去年的时候在中国生活了快5个月的时间了。那么这一期播客节目呢，咱俩就准备好好聊一聊，我作为一个这个全素食主义者，到底是怎么在中国活下去的？毕竟就是大家都知道嘛，中国人通常来说都比较喜欢吃肉，对不对？其实在中国啊，我觉得你说你吃素，其实他们默认啊，就是你是鸡蛋和牛奶是都可以接受的，对，就是分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国外的话，可能有分什么全素食主义者、素食主义者，还有素食主义者可以细分呢。还能说就是有些素食主义者是可以接受吃鱼啊、吃鸡蛋呀，还有什么，对吧？就是反正国外分得非常细，但是在中国的话没有那么多。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中国人反而会觉得我是儿事儿的。就比如说中国比较有名的韭菜盒子，然后你问他这是素的吗？他会说是。哦，对，但是里头确实是有鸡蛋的，是的，所以你还得再强调一下，问一下有没有牛奶在里头，有没有鸡蛋在里头，对吧？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中国特别多，所以这一期呢，咱俩就好好聊一聊我在中国那段时间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还有就是看看我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因为我估计啊，这观众朋友们里头也有一些是吃素的，对不对？希望不是我一个人吧。那么感觉我在中国的时候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北医那边的食堂。我刚到中国那会儿，确实花了不少功夫跟那个食堂阿姨搞好关系。这样的话，每一次我去的时候，就比如说那种自选嘛。他那个食堂阿姨都会给我介绍一下哪几道菜我能吃，哪些其实是藏着点肉之类的，因为毕竟有些菜可能会加点肉末，也看不太出来，或者是里头有鸡蛋呀之类的。对，那除了自选，比如说你要是去外面吃饭，你该怎么办呢？就是如果说光给你个菜单，可能没有图。你是怎么去猜这些？而且在中国的菜单里，它是不分什么有素食区的那种。哦，对啊，也不会标，对吧？对，那你该怎么办呢？哎呀，好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我在外面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吃素斋，你知道吗？我估计大家都不太懂这个素斋这个概念，因为毕竟国外基本上没有吧。素斋就是中国那边的那个佛教徒比较多嘛，然后有些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有些佛教徒跟我一样只吃素，所以有些佛教徒会专门开那种素斋店。那么素斋店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做的菜，其实它的口感也好，它的味道也罢，非常非常像肉，但是实际上都是用蘑菇啊、豆腐啊这些东西来做的。就是我甚至请了我2个来自英国的朋友吃饭啊，他们来北京找我玩嘛，然后他们俩都是吃肉的嘛，他们甚至跟我说，他们觉得跟肉没什么两样，其实非常相似。对，我记得就是我们一块儿去吃的那个北京2环那家素斋，然后你又带着2个外国朋友一块儿又去尝了一下。对啊，那家店我都吃了好几次，你知道吗？太好吃了，真的。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办法就是吃素斋嘛。那么第二个办法就是中文就派上用场了，那就是你不管你去哪一家店，你都得跟那个厨子也好，还是那边的老板也罢，好好聊一聊，就说就是哪些能先给他解释清楚什么叫全素食主义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听明白了之后再问他有没有办法把一些就是菜单上的东西做成素的。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当时我们俩去吃那个干锅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它有一个干锅花菜，然后
我们在选，对，我们在是湖南餐厅吧？那个，对，我想起来了，对，那个还挺辣的，一般挺辣的，一般在中国，你比如说点个干锅花菜，它里头都有几片猪肉。对吧？对，因为你光看菜单，它就叫干锅花菜，但是你不知道里头有没有肉，所以当时我们跟那个服务员点菜的时候，我们还问他啊，这个里头有没有肉？我们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然后他说我帮你问一下。然后他说有肉。然后我说能不能不加肉？因为他们做那种菜都是配好比例的。对，你要单独跟他说，然后他才会。不把这个菜不把这个肉放在里面，所以他就又跑回去跟他那个厨子说，你不要把这点肉加进去，就是整个过程就是要反复跟他确定，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也可能没有概念，对不对？他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在中国很多时候你跟人家说一下就行了，其实他是愿意帮你的。对，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英国不太一样。就是一般我去英国餐厅我要是看哪个菜好吃，我跟人家说你能不能做成素的，那人家才懒得理我呀。他就说我们不是明明有其他就标好了是素的吗？你为什么非要选一个就是加肉的什么的？对，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吧。但是问题是，它主要是花菜，其次是那点日本那个猪肉片对，所以它而且说的难听点，我们反而给它省了点成本，对不对？毕竟肉贵嘛，那个菜也没几个钱，对，所以说不定人家还乐意呢。所以如果你在外面吃，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要好好的跟那个店员呀、老板呀确定好，对吧？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中国有很多调料，对吧？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加很多，比如说我们会有蚝油啊、鸡精啊，或者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是拿猪油炒的菜，因为更香一点。那你该怎么办呢？哎呀，我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本来也要提到这事儿。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东西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得好好处理一下。就是你得注意，你得记得问一下人家，就是这里头有没有什么鸡精啊，对吧？鸡汤啊什么的，就是都是有可能的。甚至我觉得最有可能加的就是那个蚝油。我俩有的时候甚至会开玩笑，就是说不定我跟人家说了我不想加蚝油，说不定那个厨子因为鸡肉记的原因，就会一不小心就给我倒了点蚝油。对，人家炒着，然后一刮，然后就刮进去了。对。因为那个大厨们不都是有一个那个大长勺嘛，然后他每次加那个佐料就是这样，然后再刮一勺就扔进去。他也不会过脑子呀，对吧？都炒了几百遍、几千遍了，对吧？那他每一次炒的时候，也就是凭感觉，然后加一勺，再加一勺，然后好好炒一炒，就这样。那我觉得这就难倒观众朋友和你，因为你要记住每一道菜它里头可能会加的东西，就是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菜是怎么做成的，你就不知道怎么去问这件事情，因为对。因为你没有经验，你跟他说干锅花菜我怎么知道干锅花菜里头就有那个肉呢，对吧？对啊，人家说的是麻婆豆腐，还有麻婆豆腐，你以为是豆腐嘛？但是实际上人家就是都会给你加点肉末啥的。对，所以就是很难，所以这对观众朋友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吃素的人。对，不过整体来说我倒觉得还好。对，所以嘛，我觉得就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推荐大家多吃火锅。火锅也不一定很多火锅底料都有那个猪油嘛，对吧？那是牛油，对，牛油火锅很火，所以大家都，所以你还要跟大家跟服务员说有没有清汤的呀？对，或者清油的呀？对，没错，那个牛油的还是比较常见对，咱俩聊着，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还真有一次不小心吃过肉，你知道吗？真的吗？对，这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吃饭，然后他
他负责点菜嘛，因为他是请我吃饭的，我总不能跟他抢着吧，就说哎呀我来点吧，这样也不太礼貌，对吧？人家请，那人家得点，好吧？然后他点菜的时候，因为那些菜都是有图的嘛，然后他点了一个什么炒蘑菇，你知道吗？但是唯独这道菜他忘了确认那里头有没有肉，有没有鸡蛋啥的。然后你猜怎么着？就是我刚吃2口，就突然发现其实那里头是有一些烟熏的培根片儿，你知道吗？那个长得跟蘑菇非常的像，感觉就是一起炒的嘛。对，炒完这颜色都差不多。对，颜色都差不多嘛。对，就比较黑的那种。然后我吃了2口，我说：“哎，这味道不对劲啊，怎么有一股肉味儿啊？”你怎么知道是肉味儿呀？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肉味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但是，凭直觉我就觉得，这怎么跟蘑菇的味道不太一样呢？而且口感可能也有点不太一样。口感有点不一样，可能比那个蘑菇稍微脆一点啊。对对对，还有那个烟熏的味道更浓一些，毕竟是培根嘛。对，然后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非常注意，就是每一道菜必须得问清楚，反复确认，不然的话就是不知道我要踩几次雷啊，对吧？可能好几次吧。当时我的那个朋友也非常不好意思呀，他一直给我道歉啊，但是没办法，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在英国的时候也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他点的是外卖嘛，然后他点了个茄子，那茄子上也撒了点那种特别特别小的肉末，你就是感觉肉眼也快看不出来，你知道吗？都得拿我们实验室的那个显微镜把它搬过来看啊，但是我确实明显感觉到那确实不是蔬菜的味道，那不是茄子的味道。对，那你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因为你每次都得跟别人去确认，然后你对，所以我就去吃素斋嘛。但是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练习口语。对啊，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吧。就是你要是像我这种吃素的，那么你去每一家店你都有机会练口语，而且这是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大家都很忙嘛，你也没有办法拉着人家练口语，这样也是不太礼貌的啊，对吧？总不能因为你是外国人就在那儿就是非要拉着人家说2句中文之类的，练个口语啥的。但是这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因为毕竟你不问清楚，那确实有可能会不小心吃肉啊、鸡蛋呀这些。对，对，我甚至还去过那个咱们话说回到那个素斋，就是我甚至去了一趟那种庙里，还吃了一碗素面。对，也是在北京的郊区吧。其实离你家不远。对，他们那边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味道也挺好的，但是因为是在庙里嘛，所以那个味道可能会稍微淡一些。他们不会加太多的盐呀、糖啊，还有调料。他们那个是非常自然的感觉，就是一点添加剂都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不定都是有机蔬菜，我说不准，我也不知道。反正感觉他们那边吃的非常健康，而且另外一个让我比较惊讶的点就在于，虽然我吃了一大碗面，但是我根本吃不饱。因为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可能虽然面条给的量还可以啊，但是什么蛋白都没有给多少，只有几个豆子而已。然后其实那个碗虽然那么大，但是实际上那个汤占的是大部分的那个碗。对，那我觉得我还想问一问何为，你给观众朋友们推荐你比较喜欢的，就是不需要问就可以吃到的一些素食美食有什么呀？就你吃了这么多菜之后，这么多顿饭之后，这么宝贵的经验怎么能轻易说出来呢？对吧？哎呀，这是我用了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对，就是你比如说开玩笑，我们去吃 biang 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面里头它肯定就是它没有什么肉，没有什么鸡蛋，你就可以直接放心的去点。对，像 biang 面这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其实很多面类我觉得都还行，尤其是我在太原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面类，什么刀削面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也记不太清楚。那边的就是面类特别特别多，对，感觉都能吃吧。然后红烧茄子，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得确认一下，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个大厨就是心情一好就给你搁点肉末，对吧？然后麻婆豆腐，但是这个也得确认一下，就是得确认一下。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也没有那种就是可以完全放心点，你知道吗？只是大概知道，可能要是不注意会加什么肉，对吧？对。而且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想起来，我在北艺的时候，我最放心的并不是那个自选啊，就是自选，就是说我应该有一些视频可以给大家看，就是你自己它有点像那种自助餐，对吧？对，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菜，然后你自己每道菜都可以盛点，然后最后那个阿姨给你称一下，按重量来算来结算，对。然后给你算多少钱，然后你结账就行了。对，我说到哪儿了？对，所以其实那个我偶尔的时候会吃，但是我在北艺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麻辣拌。我记得当时基本上每一次给你打视频的时候，我都在吃麻辣拌，对不对？因为麻辣拌嘛，那它是那种就是你自己选好你要加哪些菜，那这个好简单呀，对吧？我直接选醋的就好，就是我自己加一下醋的就好，素的什么玩意儿，我直接加一下素的就好了。对，就比如说什么蔬菜呀、豆腐呀、豆皮呀，就是那个，而且感觉那个豆制品特别特别多那还蛮好的。对，吃的可香了。对，而且那个麻辣拌酱，通常来说里边也不会加什么那种吃不了的调料。那很好。对，一般都是加什么那个麻酱啊、花生酱啊、酱油啊这些，其实也不会加太多东西。那蛮好的。难道你不记得吗？我那天天吃麻辣拌。但我觉得我的印象中，我好像没有吃到，对吧？对啊，那不就是因为你来看我的次数有点少吗？哎呀，下次带你去吃。好的。我俩也挺喜欢在家里做那个麻辣拌。对，我们也蛮喜欢的。感觉是自从我从中国回来之后，我才会这么爱上麻辣拌，就是对它念念不忘，天天嚷嚷说：“哎呀，我们怎么能再做个麻辣拌？”好，那么这一期要不就先到这儿吧。好的呀，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对啊，还有以后想要我俩讲什么其他的话题都可以在那个评论区里边给我们留言，跟我们说一下。然后说不定我们还能拍一拍呢，对不对？对，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先这样。下期再见，拜拜。